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金克斯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金克斯这英雄，还是这个金克斯这英雄，说实话还是比较吃那个基本功。你金克斯其实他的强度不低，他无论对线谁，他前期都能说进行一个互相刷线，或者说互相的一个消耗都不弱的这英雄，在线上来说，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一局没有说说什么对方是个硬辅手短什么的，这一局两边都是个软辅，一个露露，一个那个什么米利欧。不过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两边射手的话，对面卡莎好像怂了，前期没有打出太好的那个，就射手上面差距比较大。辅助的话都还行，对方这种还回来吃果子，那就没办法了，他只能闻经验的。他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去吃那个果子的。互相拉扯，这边一直续上这个，哦呦，2换2日，但好处就是没有好处，两边都是辅助拿人头，只不过对面的卡莎没有吃到太多的兵线，丢了很多兵，起码少吃了4个兵。他倒不如直接文兵线，都不至于说送掉这个医血。两边都是软辅对于射手高手的玩射手就是的高手来说那肯定就是很舒服的。对面卡莎拉扯不动感觉其实有米利欧，他完全可以跟那个金克斯就是去拉扯金克斯，不至于说这么被动的。这边你可以看到，他只有 AQ， 就这么个反手没用的这样子，前期他必须得利用米利欧的那个 W 技能是吧，增加攻击距离，去拉扯对方，然后把那个致命节奏给叠出来。这边还好卡牌过来帮他，但这边也有个圣的话反打了一手，完了这扑到了，强行去杀嘛，这样子就亏了呀。这米利欧开锁血了，知道吧？每次想杀他都杀不掉，说实话挺亏的。我们要去从他的这种贪心上去吸取教训。虽然说玩这个游戏肯定要就是说富贵险中求嘛，但你们也要记住下一句话。下一句是什么？富贵险中求。就是也在险中丢，知道吧？所以就是收益和风险都是成正比的。有可能是吧？你求富贵的时候是吧？只求到了1、2，但丢的时候丢8、9。完了，卡牌又来了，大招直接给自己。这个露露很会玩，知道自己需要去扛伤害，而且血量比较低。这边大招的话没有说给到射手，你看，这就是会玩的软辅。大招一个轰，
杀不掉啊，有点亏。这个米利欧就是不死是吧？每次都是残血的，我发现，但最后还是被圣给收掉了。说实话，对于射手来说真被气到了啊！不过他现在吸取教训了啊，也追不上那就不杀他了，我就老老实实的清线是吧？推线吃塔皮，把所有塔皮的吃到手。回去把这个破败给先做出来，千万不要第一件做这个收集者。收集者你看起来第一件做收益是最大什么什么的，但收集者你前期是真一点伤害没有啊，就是你打团根本就没有用处，而且收集者还被砍了一刀的，已经被削过了。以前那是发育太慢了，然后打团的话完全跟射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那时候才做收集者做第一件。现在不是了，现在射手必须得在6分钟的时候站出来帮忙打团的，因为有了第一件的时候，这种关键性很高了。来了，追上来，上来直接猛猛干。像露露的那个 W 技能啊，有时候不一定说要放在那个就是射手的身上，而是放在旁边，看射手找时机去吃这个 W 技能，知道吧？而且像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射手要被抓的时候，你的 W 不是说给到射手去攻速，因为这个时间段。比如说被抓的时间段啊，射手是没有时间去打输出的，反倒不如直接把他的那个变羊直接丢给，就是让敌方英雄踩到这个陷阱以后变成，就是造成控制，知道吧？这样你的射手的那个生存几率会变大。但 E 技能的话，肯定是要丢给射手。你除了前期露露，除了前期，怎么说呢？前期需要去打消耗的时候给到敌方英雄身上啊，在中后期大部分时间都是 E 技能是给到射手身上，去给他造成更多的伤害。像有安全距离的时候，你再把 W 直接往射手的身上去放，对吧？然后说清线的时候。像要去追敌人的时候，你就放在那个射手的路径上，比如说就是他要往前，你就在他前面去放，看他踩不踩。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玩露露这个英雄啊，玩久了以后你自己去判断。所以啊，想玩好一些英雄，很多细节做得好的话，其实你的游戏体验自然而然的会提升。但遇到坑队友的，就是那种菜鸟队友，没办法，大招一轰，被躲掉了，可惜。有视野的情况下，人家看的你肯定是会往旁边走的。像这里面有讲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第一件不做海妖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英雄第一件也是会选择做海妖，然后这边的话，他是去做了一个换算啊，就是破败，你做反正就第一件做破败嘛，反正
如果敌方是100血的话啊，你基本上你一个破败的话是就每 A 一下就可以85点的伤害。但如果说你做海妖，你前2下平 A 是没有额外伤害的，但你必须得 A 到第3下，就是能造成150的伤害。像1600的血量的话，你有破败的话就可以A 多40点吧，差不多40点的伤害。所以破败这个装备啊，在前期来说啊，是比海妖这种就甚至很多装备啊，都是强很多的。而且中期过渡的时候也不用太多的频繁回家，因为破败的话有全能吸血，对吧？完全不影响。这边的话不要回头，吃到了黄牌，还好直接斩杀掉了。又吃到大招，这种情况下直接往后拉，不要回头说做输出什么的，只要被他衔接到控制的话，你就基本上跑不掉了。这边叠上了以后，对面卡莎大招反方向跑，这卡莎好能打。你可以看到这卡莎前期对线对的确实不咋地，但是到了中后期啊，开始发力的时候啊，确实是很有操作空间在。这个小法又送了个人头。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射手绝活哥，有说到一个点，就是他认为啊，他首先一个点，这是他个人认为，他说他认为他自己觉得破败比那个海妖好用很多。不过确实，如果做了破败，他前期的续航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海妖这个装备的话，前期攻速你叠不起来，其实海妖触发你每次都要第3下，到了后期海妖的效果，你说实话，你后期你不觉得破败比海妖猛多了吗？到了后期的话，就是你直接都是百分比了。如果对方这把5000的血量，那你一个破败打出来的伤害那是几百啊？确实嘛，就吸一口。这里直接 A 上来 A 一下，这里的话羊刀啊，他没有做羊刀，就是被动加上致命节奏啊，他这个攻速基本上完全够用了，再加上露露做了一件那个叫什么？那叫香炉给他的话，攻速提升是非常够的，还有 W 技能的一个攻速。但有个点啊，有时候打团的时候，露露这个技能，像是那种指定给盾的这种技能啊，有时候会放空。这是我玩这些辅助啊，或玩这些英雄的时候，我玩的很难受的一个点。所以有时候玩那个情侣反而还轻松一些。因为他不需要主动，就是说只要圈内有人，就是他自己会去去判断给到谁身上。哎，这里放夹子夹中了，猛输出，收割起来了，还剩下2个，还能再做一次5杀吗？那这个泰坦有点肉啊。哦，可以，没了，应该是打断了，5杀是没有了。黄蜂之一拉出来，小法收掉人头。
那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直接一波了，欢迎大家收看了，拜拜。